為什麼飯店裡面的紅燒黃鮪魚這麼好吃呢？其實這裡面是有技巧的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首先準備適量的黃鮪魚放在大一點的盤中，內臟已經被賣魚的老闆娘提前處理乾淨了，但是還有少許的貼骨血以及黑膜，我們一定要提前處理乾淨。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像這種2兩左右的黃鮪魚，我們這邊5元一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錢一斤呢？這種魚肉質特別的細嫩，也是我們餐桌上最常見的一道食材。魚鰓我們要用剪刀處理乾淨，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為什麼稱之為黃鮪魚？因為尾巴是黃色的。賣魚的老闆娘說，這是水庫裡面釣的，是選野生的，沒有吃飼料。今天的魚鱗就不需要去掉了，稍微的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一些雜質就可以。魚鱗經過煎制以後，金黃酥脆，口感特別好。全部清洗乾淨之後，放在廚房紙巾的表面，再次用廚房紙巾把魚身上表面的水分吸乾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下一步的醃制，在醃制的過程中方便入味。今天的魚骨頭不是很大，如果是比較大一点的，我們要在魚身上入号的地方打上花刀，這樣方便入味也方便成熟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提前切好的姜蔥，然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1勺料酒去腥，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食盐完全化開，使小黄魚充分的入味。蔥薑也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可以去腥增香。充分的翻拌均匀，醃制10分鐘左右。利用這段時間，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和配料。1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薑絲，然後再切成薑末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喜歡吃辣一點的，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，也可以用大紅椒來替代。切好放在小碗中備用。現在的黃鮪魚已經醃制好了，蔥和薑也已經完全的釋放出了香味，我們就把魚直接挑選出來。準備平底鍋，加入多一點的菜籽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魚一條一條的擺在鍋中。很多朋友喜歡用油炸的方式，但是我們自己在家裡面那樣油太多，操作起來不方便。就像視頻中這樣慢慢的煎制，把魚身上表面的水分煎乾，同時煎出香味。整個過程大約要5分鐘左右。在煎魚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的放鬆一下鍋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使每一條魚受熱更均匀。大約煎至3分鐘左右，我們就翻過來煎另外一面。我們要把魚的兩面都煎至金黃，煎出香味。看似平淡無奇的小黃鮪魚，其營養十分全面，富含優質的蛋白質，脂肪含量極低，尤其含有不飽和脂肪酸，對大腦、視力和心血管都很友好。而且保留魚鱗的做法更有營養，魚鱗裡含有膠原蛋白與鈣質，煎酥後軟糯入味，還能美容養顏。在煎制的過程中，我們全程開中小火，千萬不能開大火，不然的話很容易燒焦。煎制成視頻中這樣，表面金黃酥脆。這個時候看着都有流口水的感覺，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豬油，把豬油炒至融化，然後下入姜蒜末炒出香味。
接着加入小半碗的溫水，下面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1大勺生抽，加入蠔油提鮮，少量的紅燒醬油上色，稍微攪動一下，把調味料完全溶解在湯汁裡面。接下來把煎製好的黃鮪魚直接倒在鍋中，我們要提前燜煮一會兒，這樣使魚肉的內部更加入味。因為在醃製的過程中加入了食鹽，我們只需要加入松茸鮮、胡椒粉調味就可以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魚肉充分的吸收調料的味道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，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對阿光最大的支持和鼓勵，非常感謝。在湯汁不多的時候，加入切好的小米椒，增加香辣味。開大火，把鍋裡面的湯汁收至濃稠，使魚肉充分的吸收小米椒的香辣味。在出鍋之前，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湯汁遇上水淀粉，迅速變得濃稠紅亮，緊緊裹住每一條小黃尾，讓魚身灌抹油潤的醬汁，色澤更誘人，吃起來甜香掛味，口感也會更醇厚。把湯汁收至濃稠，因為煎製過後的黃鮪魚大約有70%熟了，所以我們煮製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煮製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出鍋了。加入提前切好的香蔥或者是香菜，增加香味，盛在大一點的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特意保留的魚鱗煎得金黃焦脆，經過醬汁的燜煮，魚身早早吸滿了滋味，紅亮紅亮的，看着都特別有食慾。不管是平常作為家常菜，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，沒有經過油炸，吃起來一點都不油膩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，並且轉發。點我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